好地产是那种。大家好，我是米拉。大家好，我是世凯。我们现在在华沙肖邦机场。怎么又来到这里呢？对，因为我们要搭飞机，我们要出国，去哪里呢？去 Lviv。大家知道这个城市在哪里吗？是一个乌克兰的城市，没错，我们要去乌克兰。但有趣的事情是，一直到24小时前，我才终于拿到我的签证。是因为有一些问题，让这个以后跟大家分享。那不但这样，我们昨天还想 online check in， 结果他们不让我们 online check in，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，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问题？对，所以我们也不太确定，等一下可不可以100%登机拿到登机证。那我们就现在去试试看，可不可以成功 check in 吧。出发吧！即使乌克兰不属于欧盟，我们还是被要求出示疫苗护照，当然也被要求出示签证咯。看起来没问题，应该可以顺利登机。我们顺利拿到机票咯，那我们进去吧。Go go go！好的，我们现在在等飞机。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搭的飞机，从华沙飞往乌克兰 Lviv， 是座位22的小飞机。那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要去乌克兰。我们主要是去找朋友了，对的，然后顺便也拍一些东西给大家看，分享一下那边是什么样的城市。有趣的事情是，米拉波兰人离乌克兰很近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去过。真的从来没有反倒我都去过，但米拉没有去过。没有检查你的签证。我以为会。第一次去乌克兰。好的，我们登机咯。就连海象先生也一起来了。海象先生必须陪我，这是我的米拉 Team Go 的领导。对，但他不用买机票，可以直接上来。不要告诉他们。然后我们现在应该是挑了比较不好的时间点去乌克兰。乌克兰，对了，他有点像是面对好几个危机。那第一个当然是经济的危机，但这个持续已经一段时间。对。然后我们看了去年的数据，那去年它是全欧洲最强的国家。对，那还有一个危机是能源危机啦，就是俄罗斯不卖煤炭给他，所以有史以来乌克兰今年冬天是煤矿的存量是最低的。那他跟其他国家也有冲突，像是白俄罗斯、俄罗斯，现在他们都在那个边境集结了重军。那现在我们的媒体也一直讨论这个话题，他们说随时都可能会发生一些冲突。对，那我们就到现场去看一下，事情是不是真的像媒体讲的这么严重？是。米拉非常害怕搭飞机，现在在这边安慰他。尤其是因为今天风很大，然后我就害怕。我真的不喜欢搭飞机。虽然这次飞机只有1个小时，应该说40分钟了，对，非常近，但是他们还是有提供简单的点心、饮料，然后他们又送了一样的巧克力。所以现在来搭波兰航空短程飞机都会送你一样的食物。这应该是我们搭过最短的飞机了。想一想，好像真的是40分钟，真的超级快。吃完食物没多久就收走，然后就准备降落了。喝完咖啡的已经开始收东西，真的超快。我们慢慢降落，已经可以看到乌克兰的房子了。我们已经在乌克兰的国土咯，真的到了，到乌克兰了，耶！有点兴奋，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咯。对，因为他是我们的邻居，但是我听说有些波兰人说，就算是邻居，还是有一些文化差异，所以我也期待新的发现、新的经验。
我通关花了特别久的时间，可能是移民官第一次看到台湾护照吧，他还特别进小房间去请示主管，和我上次去俄罗斯遇到的状况一模一样啊，但总算是顺利入关，虚惊一场。但是很惊讶，因为检查护照的时候，他直接跟我讲波兰文，所以我觉得不错。其实波兰文跟乌克兰文的相似度蛮接近的，所以蜜拉可以听得懂他们讲什么啊。对，当地人也听得懂蜜拉在讲什么。但总之顺利通过，那接下来我们会去换钱，然后找手机网路卡。虽然一般来说机场的汇率都比较差，但我们还是决定先换一点点钱咯。对，要不？换钱完全不检查证件，这也算是一个差异。在机场买1个月20G 的 SIM 卡只要200元，而且店员也会帮你设定，即使我们的手机是中文和波兰文界面，它也没问题，真的好厉害啊！OK， 好的，我们已经买好网络 SIM 卡，也换好钱了。现在我们要叫 Uber 去我们的旅馆 check in。对了，这里也有 Uber， 我们来叫看。有了，大概20分钟的车程，只要约100台币，真的好划算啊！车子来喽！瑞金，可以哦。我们好奇的看看乌克兰 Lviv 的街景。说实话，建筑还真的有点像波兰社会主义时期的建筑。路上的车子比较旧一点，90年代的波兰大概就像是这个样子。接近市区开始塞车了，人也开始多了起来。市中心的建筑就美丽多了。我们到了哦！耶！等一下要进去 check in。市中心有点塞车，但是那个终于到了。这个旅馆蛮有趣的，它是1993年盖的，18世纪末盖的旅馆。在当时是豪华的旅馆。那现在呢？不知道，然后就进去看看。好哟！旅馆有管家帮忙开门，这一点在其他国家的平价旅馆已经越来越少见了。Добрый день. Check in. Will be 25. Thank you so much. Have a good stay. Dziękuję. The elevator opposite the mirror there. Okay. 哦，小小的，好小的，好小，这是老婆不太喜欢的电梯大小。太小了吗？老建筑都是这样，而且它会发出一些咔咔咔的声音。这个地方超级美丽，你们看这里这个东西，像一个城堡一样，然后我们那个门好漂亮。好美的，像是一个城堡一样。我们来住在这里，不回波兰。好漂亮的地方！天啊，很旧的房子，这么漂亮的。怎么样，老婆喜欢这里吗？我的风格，古典一点的。接下来这就是我们这几天会待的地方。谢谢你，帮我们订。稍微休息了一下，我们就出来喽。现在来旧城逛逛。我对这里的印象其实还不错，我觉得城市很漂亮，这里有蛮多漂亮的建筑，很有趣的
建筑，那种有趣的餐厅比我想象多，然后人比我想象多，对了，所以真的不错。可能有的人会觉得那个乌克兰啊，就是不是特别有钱的国家，然后有点那个前苏联的地方，但是我们现在走，觉得还是有蛮多时髦的地方。竟然下起了大雪，真的太幸运了。然后我们在旧城遇见了有趣的人。Movement, please. Hug Yuji. Hug Yuji. 1, 2, smile, 3. Yes. Where you from? Poland, Taiwan. Poland, Taiwan. And Taiwan. yes, yes. Thank you. Thank you. Have a good time. 是我们夫妻还有海山先生，耶！结果我们上了这里的报纸啦。然后可能有的人会觉得，冬天不是特别好旅游的时间。然后的确，如果你怕冷，然后怕雪会掉进你的眼底，可能就真的不是很好的时间，要等到夏天比较好。对啊。但是我们觉得冬天这么长，如果你只限制自己夏天旅游，太可惜了，我们会错过一些东西。听说这里是乌克兰的 Lviv 有名的完美拍照景点 ，Instagram 就会来这里拍照。海山先生好像有点，但是他没关系。这里是阿尔梅尼亚地区。然后他说这个是非常可爱的小路，现在下雪可能大家看得比较不清楚，但是有很多地砖其实是亚美尼亚人的墓碑，就是阿尔梅尼亚人他们相信其实他们不会觉得有人踏上这个会不好，他们反正觉得如果大家踏上这个，然后某一天这里的字上面的字会消失，那这个的意思是他们的罪消失了，然后他们可以上天堂。刚好 Lviv 是一个非常充满惊喜的城市，可能有的人不知道，但是这里真的之前是一个非常重要学术的中心，有很多有名的波兰人也是在这里出生的，在这里念大学的，然后来发明一些有名的东西，有实用的对人类使用的东西。那这里呢？这里我们有乌卡谢维奇先生，他发明了煤油灯。对了。因为风雪太大了，我们就决定去咖啡厅躲一下。在外面很冷，但是这里都有好多咖啡厅可以暂时进去，然后在乌克兰还很便宜，我们小小的拉的60块 ，milkshake 也才62块，然后我们还有很多。我已经告诉石头了，一定要今天吃小蛋糕。对，这是我的小确幸，这是我享受的那种小确幸哦。然后晚一点我们要跟我们的朋友见面，一起吃晚餐。今天在这里第一次吃餐厅的东西，会去吃乌克兰菜。也给大家看看这间乌克兰的餐厅上菜多么有创意。在乌克兰 Lviv 你可以找到很多这种时尚餐厅，气氛好，餐点美味，是不是很颠覆你对乌克兰的刻板印象呢？